如果不是追求极致落点，博洋起码被命中了100拳。听着苏无忌这句话，杜卡罗总教官的眼睛里流露出了极度危险的光芒。不得不说，他之前确实没有发现这一点。他还以为苏无忌那天天女散花般的拳头就像是要乱拳打死老师傅，虽然每一拳都称得上是相当暴力，可在当时的博洋看来，这简直是毫无章法的力量输出。可谁又能想到，这看似毫无章法的拳头，实则在追求极致落点，甚至那些乱拳都有可能是在为真正的落点做掩护。这种程度的激战，还能精准计算这么多东西。博洋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这着实颠覆了他的作战经验了。感受着身体的状况，博洋说道：不愧是那位擅长算计的影子天王，连这种时候都能想着要阴我一把。起码现在看来，苏无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的后背已经鲜血淋漓，前胸的衣服也被鲜血大片大片的染红，视觉上着实相当凄惨。至于苏无忌的双手，更是在往下滴着血。如果解开他的衣服，会发现他的胸口和腹部已经是大片的青紫淤痕了，这都是博洋的重拳所造成的伤害。博洋摇了摇头：我命中你的那些拳头，若是换做别人，恐怕早就被打成肉泥了。你们主仆二人的抗击打能力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说着，他从腰间的口袋里掏出了2个纸虎，缓缓地戴在了手上。月光落在那黑色的纸虎上，金属表面闪动着让人心悸的乌光。苏无忌说道：好家伙，还以为你一直不用武器呢。他腰间的紫色软剑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抽出来的意思。这是我的老伙计，我确实已经有很多年没用过了。博洋的眼睛里闪烁着不知名的光，这眼光似乎有点狠辣，也有点复杂。顿了顿，他加重语气补充了一句：巧合的是，上次动用这纸虎也是在华夏，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这后半句话里的每一个字都涌动着极为凛冽的杀意。这玩意有点懵啊，以你的力量还带纸虎，这和作弊有什么两样？苏无忌盯着那纸虎看了看，没好气地说道：对付我这么一个实力渣渣的年轻人，你用得着这玩意？因为我的耐心已经被你耗尽了。博洋冷冷说道：能死在我的纸虎下，是你的荣幸。说完这句杀意凛然的话，博洋居然又咳嗽了2声，喉咙间竟是涌上了一股腥甜之意。胸腔之中的那股疼痛感似乎又增强了，似乎有一股不属于自己的力量，好像要开始在自己的体内兴风作浪。这种喉头的腥甜感已经让博洋感觉到有些陌生了，他根本记不清楚到底有多久没被人逼到吐血了。博洋又本能地捂了一下胸口，面色变得难看无比，他不得不调动力量去压制疼痛。这位总教官现在才明白，苏无忌命中他的那50拳，可能每一拳都往他的体内注入了一丝力量。当时感觉并不明显，可是当这50拳的力量全部汇聚在一起，凝成一股绳所形成的破坏力就太可怕了，直接从内部击穿了自己的防御。苏无忌咧嘴一笑说道：如果你要动用武器，我可也用武器了。不过在此之前我必须说一句，今天打得真爽。拳拳都是暴力输出，他自己也不记得有多久没有这么酣畅淋漓过了。事实上，他现在看起来确实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能够命中这位总教官50拳，谈何容易。苏无忌感觉自己的力量被抽空了大半部分，
双手已经发麻到快要失去知觉了。随后他主动冲向了博洋。博洋双拳一碰，两个纸虎碰撞间顿时爆发出了刺眼的金属光芒。以他的超级重拳配上特制纸虎的威力，苏无忌但凡挨上一下都是筋断骨折的下场。要是一拳落在苏无忌的脑袋上，直接就能当场给脑壳开了瓢。你死定了！博洋双手重拳出击，他的左拳已经朝着苏无忌的脑袋上轰了过去，右拳则是直奔对方的心口。这双拳进出的威势太盛了，宛若爆裂的奔雷，强烈的气爆声在拳头前方不断炸响，而那纸虎上闪烁着的乌光，就像是瞬间照亮夜色的一线闪电。博洋根本不认为苏无忌能躲开自己的这一次攻击，只要再过1秒钟，这个喜欢算计的年轻男人要么被打爆脑袋，要么被打碎心脏，没有第三种可能。整条路的灰尘与碎屑全部都受到了博洋气势的影响，再度腾上了半空，汇聚成了尘埃之龙，全部朝着苏无忌涌去。这个时候的博洋显然已经忘记了苏无忌刚刚所说过的那句我也要动用武器了。面对那带着纸虎的凌厉拳风，苏无忌没有任何躲避，但也没有做出任何硬抗的防御动作。毕竟以那纸虎的威力，每硬抗一下都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不轻的伤害。眼看着自己的拳头就要落在苏无忌的脑袋上了，博洋的嘴角已经控制不住地翘了起来，露出了狰狞的冷笑。然而就在此刻，他的心中忽然涌出了一股极度不妙的预感。唰，一道紫色光芒忽然自无尽尘埃之中亮了起来，这就像是劈开了混沌世界的一道闪电，极为刺眼。这种危险感觉实在是太强了，使得博洋控制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冷气，眼睛都被这光芒给刺得生疼。他放弃了明显即将到手的战果，猛然后退，同时右拳换了个方向，带着纸虎的拳头结结实实地轰在了那一道紫色光芒之上。吭，清脆又刺耳的金铁交鸣之声响了起来，周遭的无数尘埃被剑影瞬间震散。博洋这才看出来，苏无忌居然在身上藏了一把剑。可下一秒，那一道凌厉的紫色剑芒忽然转化成了绕指柔，那柔软的剑锋直接绕开了拳头，钻进了博洋的小臂肌肉群。博洋自认为自己的防御极为强悍，肌肉的结实程度堪比钢铁，可是这紫色长剑却锋利若此，毫无难度地破开了他的皮肤和肌肉。强烈的刺痛感从博洋的小臂生出，瞬间蔓延到了整条胳膊上。唰，那紫色长剑在插进了博洋的小臂之后，犹如眼镜蛇王开始攻击敌人一般，陡然抬头，肌肉直接被蛇王的性子撕裂挑飞，一道鲜血混合着碎裂的肌肉溅射在了旁边的地面上。博洋的脚在地面上重重一踩，无数烟尘腾起，瞬间暴退20米。他看着右臂的伤势，深吸了一口气，眼神已经是前所未有的阴沉了。迷彩服的袖子被挑飞了半截，小臂的肌肉缺失了一大条，取而代之的则是一道长达10几厘米的剑伤。混蛋，你还真是够阴险！博洋明显被阴了一把。之前他并未注意到苏无忌的身上有兵器，更没注意到这把剑居然还能变换形状，可硬可软，刚柔并济。这把武器太诡异了，完全可以让人越级挑战更强者。苏无忌咧嘴一笑，
什么阴险只是自我防备而已。我现在都没什么劲儿了，你起码还剩85%的力量，怕什么再来啊？博阳确实还剩下不止85%的力量，但是他的战斗力却远没有这个比例了。右臂血流如注，小臂肌肉缺失一大块，严重影响了力量输出。要是再动用右拳，在自身力量的冲击下，血流速度会进一步加快，伤势会进一步加重。这就意味着博阳必须只能依靠左拳来进攻了，右手只能相应的做一些格挡的动作来。你要是不来进攻，我可来了啊！苏无忌呵呵一笑，微嘲地说道：还总教官呢，瞻前顾后，就你这性子还想当战神的继承人？说完，紫色剑芒再度扬起。这剑芒已经宛若夜色下的闪电光幕，瞬间推移20米，直接把博阳整个人都给笼罩在内。又是一片密集且爆裂的精铁交鸣之声。短短2分钟的时间里，苏无忌的紫色软剑和博阳的纸虎不知道碰撞了多少次。在这碰撞之间，时不时的有鲜血溅起。砰！一道更加巨大的气爆声响起，苏无忌倒飞而出。他被博阳一脚踹在肋间，整个人翻滚出了20多米，才堪堪停了下来。而此时，博阳的上半身衣服已经快要被鲜血给染红了。紫色软剑在他的肩膀、胸口、大臂、肋间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势。甚至在刚刚的激斗过程中，如果不是博阳躲得够快，那突硬突软的剑锋差点削开了他的半张脸。而此刻的苏无忌已经快要累死了，他趴在地上，捂着肋部，五官都要疼变形了。刚刚自己的侧肋挨了博阳的2记纸虎，还被踹了一脚，现在这一片肋骨已经全部断裂了。博阳的眼神阴沉，刚想上前，可这时候一架直升机已经迅速飞掠而来，直接降低了高度。无数的灰尘被螺旋桨的狂风激了起来，现场近乎目不能视。而肖英磊则是迅速扣动了扳机。当枪声响起之前，博阳便已经意识到了危机感，往后迅速翻腾了10几米，子弹全都落了空。影子，你这把软剑真的很不错，下次再见之日，就是你被我打碎之时。博阳觉得自己可能要在这把软剑面前吃大亏，他深深地看了苏无忌一眼，缓缓往后面退了几步，似乎已经心生退意。苏无忌艰难地爬了起来，抹了一把嘴角的血，咧嘴笑道：你明明占据了优势，却还不想硬拼，真是没用，高估你了。而这时候，江晚星的声音在直升机上响起：无忌接着。他把一个长条形的盒子扔了下来。在扔盒子的时候，一抹碧绿的翡翠之光在江晚星袖间的皓腕上一闪而过。苏无忌的左手把紫色软剑往腰间一扣，右手抬起接住了那盒子，气喘吁吁地说道：郝婉欣来得正好。他把盒子打开之后，从中取出了一把细长的唐刀。这唐刀刀鞘上的花纹古朴又大气，透着无穷的肃杀与凛冽。何阳别笑。苏无忌眯着眼睛，缓缓抽出了那把唐刀，深吸了一口气，咧嘴一笑，道：其实这才是我最擅长的武技。这个时候，苏无忌缓缓地拔出了唐刀，那刀身的寒芒映着月光，变得更加凛冽刺眼。只是和这把锋利无匹的唐刀相比，此刻的苏无忌显得并不是那么有威胁性。他的双手手背已经皮开肉绽，身子甚至晃了一晃，才勉强站稳。
他体内的力量是真的快要被耗尽了。苏无忌用这个博阳最擅长的方式和对方激战了那么久，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来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起码性价比并不高。但苏无忌还只是这么做了，之后还用紫色软剑让对方的一条胳膊失去了大半战斗力，整场打下来各种出其不意。小格雷举着望远镜咬了咬嘴唇，眼神里的担忧仍旧不减，气得哼哼道：真是蠢得要命，你们一开始就可以用出紫色软剑的，干嘛非要硬碰硬？要是早这么打，自己还要受那么多伤吗？萧音磊说道：或许老板如果一开始就这么做了，可能不仅伤不到博阳，自己还会没了命。小格雷有点不相信。会这样吗？萧音磊说道：老板的每一步都不是无用之功，你毕竟跟他相处那么久了，应该了解这些的。你现在就是关心则乱。小格雷气呼呼地打断：谁关心他了？我认识他的这段时间，只见到他天天在泡妞了，就没干过别的。要不是我管着他花钱，皇后酒吧还不知道得有多少个老板娘呢。此时江晚星已经从直升机上跳了下来，来到了苏无忌的身边。他穿着一身黑色作战服，身背突击步枪，短发在烟尘中飘着，整个人显得飒爽无比。又来一个，身材真好，这蜜桃，哼哼。小格雷又不爽了，他不是第一次见到江晚星了。以前蜜桃少校来到皇后的时候，他就远远看到过，上面比不过萧音磊，后面比不过江晚星，小财物此时心里好气。男人都是肤浅的动物，小格磊的一块镜片已经碎了，此时直接把那黑色眼镜框直接摘下来了，丢到了一边。于是那暴露在夜色之下的眉眼多了一抹别人未曾见过的风情。萧英磊见此说道：你这不是高度近视镜吗？摘下来了，你怎么看东西？小格雷转过身，干脆直接躺在了草丛里，说道：哼，不看了，看他泡妞吗？萧英磊笑道：你呀你，明明是担心的不敢再看啊。小格雷咬着牙说道：我才没有，他自己不顾生死，我跟着操什么心？他又不是我男人。无忌，你现在状态怎么样？江晚星看到苏无忌的身形似乎又要摇晃，于是伸手扶住了他。没事啊。苏无忌盯着博阳，拍了拍江晚星的手，咧嘴一笑：还是我们家晚星好。是苏叔叔让我来给你送刀的。江晚星说道。虽然强敌当前，他却被我们家晚星这几个字搞得有点脸庞发热。于是江少校端起枪来，瞄准着博阳，义正言辞地补充了一句：杜卡罗的总教官在这里，我身为绝密作训处的重案组长，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哦，行吧，无论你怎么说我都知道，你就是为了我来的。苏无忌咧嘴一笑，也幸亏小格磊离得远，听不见这句话，不然又得被气得哼哼。别贫嘴了，我觉得你的身体状态不太好。江晚星的手始终压着扳机，语气很认真。实在不行就撤，我来这一段后，绝密作训处已经在灵州布控，博阳走不了的。苏无忌的手腕一提长刀，挽了个刀花。杀他还是问题不大的。博阳重新走上前来，步伐虽然缓慢，但是每走一步，整个人的气势都在上升。从他的脚下被震起来的烟尘也越来越多。你如果刚刚就这么退了，我是真的看不起你。苏无忌说道。博阳站定，眯了眯眼睛。他的上半身起码有7、8处剑伤，
除了小臂的肌肉被紫色软剑挑飞一块之外，其他的伤势并不伤及内脏，虽然流血不少，伤害性不轻，但侮辱性更强。被苏无忌接连嘲讽了好几句，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博阳刚刚之所以选择退走，完全是因为苏无忌接二连三地阴了他。紫色软剑的威力已经那么大了，要是再来上这一把唐刀，自己的胜算进一步减小了。更何况体内还有一股不属于自己的力量，在时时刻刻地给胸腔造成疼痛感。要是在这阴沟里翻船，实在是得不偿失。苏无忌笑道：我可听说了，雷蒙情报局已经在黑暗世界的论坛上发帖了，正在直播咱俩的战斗呢。你要是这么退出去了，以后可真是没脸再在黑暗世界里待着了。博阳听了，脸上全是冷笑。这又是你的什么小花招？对方全程被自己压着打，怎么可能有空得知黑暗世界论坛里的事情？瞎扯淡。苏无忌也往前走了一步，表情随之正色了起来。我是认真的，整个黑暗世界都知道你和我在交战，你现在如果输了，就会成为那一片世界的笑柄。博阳的眼睛又眯了眯，心中莫名地升起了一股不安定的感觉。他觉得自己似乎又被算计了，对方明显想要刻意激怒他，于是冷冷问道：你干的为什么？苏无忌的表情变得更认真了。为了不给我自己留退路，也为了让你彻底死在这里。随后他的右臂抬起，长刀横在身前。这一刻，月光如霜，鲜血从苏无忌的手指上滴落地面，溅起朵朵尘埃。江晚星依旧盯着瞄准镜，可余光却看到了此景，眼眶一下子不受控制的红了。决心很好，但你已经快变成废人了。博阳冷冷丢下了一句，随后踏前一步，地面蛛网般的裂痕瞬间蔓延10米。在这一步之后，他整个人已经犹如炮弹一般爆射向了苏无忌。在博阳的身前已经爆发出了漫天拳影，似乎封住了苏无忌的所有退路。在这恐怖的攻击力之下，仅仅是空气的震荡，都使得江晚星有种干呕头晕的感觉。而苏无忌的手腕一抖，唐刀瞬间绽放出了灿烈的刀芒，刀身发出的龙吟声仿若撕裂夜空。当，唐刀划出弦月般的弧光，刀锋狠狠斩在了博阳的指虎之上，两个兵器相撞，迸发出了刺目的火星。苏无忌虎口当场迸裂，鲜血直流。而这时候他却借势旋身而起，刀随身转，卷起银龙般的风暴。这刀光风暴一出，直接把博阳的漫天拳影斩了个稀碎。雕虫小技！博阳暴喝了一声，重拳出击，狠狠轰在了唐刀的刀身之上。他在这一瞬间爆发出的力量实在太过恐怖，苏无忌那鲜血直流的手差点握不住刀柄，唐刀差点脱手飞出。然而这时候博阳的超级重拳已经再度轰至了苏无忌的身前。苏无忌瞬移般的后退了一大步，挥刀防守。极为震耳的气爆声混合着金铁交鸣之声，在以极为密集的频率炸响着。博阳此刻攻势如潮，苏无忌虽处守势，但并未完全处于下风。江晚星已经和小庞退到了一边，他虽然还举着突击步枪，时刻准备压下扳机，但心中却非常清楚，眼前的战斗远不是自己能够插手的层次。而在他看来，苏无忌刚刚明显已经要力竭了，为什么还能爆发出这么恐怖的战斗力？这时候长刀的光芒一闪，一道鲜血
随之飙上了高空。博阳突然发出了一声不似人腔的痛吼，似乎这一片空间都因这道吼声而震颤着。随后一道更加剧烈的气爆声响起，博阳的鞭腿狠狠抽在苏无忌的肋间，这一击似乎足可以摧山裂石，可就骨骼的碎裂声清晰可闻。苏无忌的身形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空中洒落的血珠在月光下折射出凄艳的光芒。在倒飞的时候，苏无忌的身体还在高速旋转着，这旋转的速度似乎表明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江晚星瞳孔骤缩，他的突击步枪脱手坠地，一个箭步猛冲上去，双臂展开，如白鹤掠影般扑向那道旋转倒飞的身影，抱住了。江晚星瞬间感受到从苏无忌的身上传来了狂暴的冲击力，与对方相撞的瞬间，他甚至听见自己肩膀和臂骨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可饶是被撞得喉头腥甜，江晚星也没有松手。在这巨大的冲击力之下，江少校的身体也被带得彻底失去了重心，两人旋转着飞出了10几米，又在地上滚出了10几圈，才堪堪停了下来。两人沾染了一身烟尘，所滚过的路面尽皆被压碎。此时苏无忌正压在江晚星的身上，面色苍白，唇无血色，他的眼球里都满是血丝。他定睛看了看江晚星，随后直接吐了一大口血。噗！这一大口血尽数喷在江晚星的脖子上。苏无忌并不知道往女人的脖子里吐血是自己老爸的传统异能了。感受到那温热的鲜血，江晚星的眼眸中瞬间充满了担忧。他忍着浑身骨骼的疼痛，抱着苏无忌坐起来，让他躺在自己的怀里，满眼皆是心疼之色，问道：无忌你怎么样？由于这坐起来的姿势，使得那喷在江晚星脖子上的鲜血大部分都流进了他的胸口，心脏位置似乎都被这鲜血烫到了，这让江晚星的心狠狠一颤。看到苏无忌吐了那么多的血，这比江晚星自己受伤还要让他心疼和难受。而这时候博阳又发出了一声痛吼，那吼声中饱含愤懑、不甘、狂怒。江晚星看向他，赫然发现这位杜卡罗的全球总教官右臂已经不见了踪影，而他周遭的地面已经被喷洒而出的鲜血彻底染红。苏无忌撑着江晚星的胸口，艰难地站了起来。他捂着肋间，嘴角在不断往外溢着血，整个人看起来比博阳还要凄惨，但却仍旧咧嘴一笑。我得多谢你刚刚那一通拳头，把我逼到了力量的极限。苏无忌深吸了一口气，面色居然恢复了一点血色。他笑着说出了一句让博阳听不懂的话：第5个动作太难了，我始终难以破门而入，但现在起码我已经搞清楚这门槛是在哪儿了。此刻他的笑容里充满了快意。博阳听不明白，也不想明白，他失去了一条胳膊，已经要彻底疯魔了。刚刚激战的时候，他明明已经有了胜算，可就在即将对苏无忌进行必杀一击的时候，对方之前50拳所积聚的力量在体内突然间爆发，这让博阳的心肺突然受伤，所有的动作都为之一顿。也正是这一停顿，自己的一条胳膊便被唐刀斩断了。影子，我要杀了你！博阳吼着冲向了苏无忌。苏无忌却手腕一震，长刀再度发出了轻盈。正好送你上路。
苏无忌此刻的声音竟是有一种滚滚散散的感觉，传遍了云连山北侧。博阳记住这一招叫烈阳当空。话音落下，他腾身高跃起，整个人的气势好似杀神凌空。苏无忌手中的唐刀高高挥起，爆发出了宛如太阳般夺目的光芒。这一刻，就连挂在灵州夜幕中的月亮都黯然失色。惨烈的刀芒几乎照亮了云连山北侧，无尽的烟尘腾起，场间再度变得目不能视。本来已经躺下不再观看战况的小葛磊，却已经捡起了他的破眼镜，往脸上胡乱一戴，率先朝着山下冲去。而萧英磊也是拎起狙击枪，快速冲了下去。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那一双充满了弹性的大长腿的助力，此刻他的速度明显比小葛磊要快上一些，几大步就追上了对方，然后直接把这小财物夹在嘎吱窝里，带着他一步跃出好几米。小葛磊的脑袋被挤在萧英磊的胸前，他忍不住地说道：萧经理，高手啊。萧英磊没理小财物，目光始终盯着下方尘烟未散的交战区域，哪怕没有低头看着脚下，可山间的任何石头与植物都没有对他形成任何的阻碍。夜风吹来，场间晨雾缓缓散去，苏无忌已经倒在了江晚星的怀里，脑袋枕在对方的胸口，嘴角在不断地往外面溢泻。虽然借着博阳对自己极限的压榨，苏无忌快要打通第5个动作的所有关卡，可是刚刚强行用出天星刀法的第一招烈阳当空，这种超级大杀招还是把苏无忌的所有力量都抽空了。其实以他现在的实力，还并不能完全催发出这一招的全部威力，但干掉一个内外皆伤的博阳还是勉强足够了。此刻江晚星只觉得苏无忌的身体简直软得像是面条一样，似乎所有气劲都被抽空了。博阳的攻击放在绝大多数人身上都是能一击致命的，可是苏无忌却能硬抗了那么多下。尤其是临死之前，博阳的攻击堪称恐怖到极点。若非苏无忌的刀芒太过炽烈，斩碎了对方大半的攻击力，此刻怕是也没有命在了。江晚星的大眼睛里已经蓄满了泪水，可饶是如此，他的另外一只手也仍旧放在腰间，握着手枪的枪柄。只要博阳还能冲过来，江晚星会第一时间扣动扳机。然而博阳不可能再发动攻击了，他已经倒在了10几米开外。萧英磊冲到了他的身边，已然发现在这位总教官的胸腹之上有着一道长达30公分的大口子，几乎从左肩膀斜着劈到了右胯骨，所有的胸骨、胸椎、肋骨全部被劈断，甚至内脏都已经被刀芒搅碎成了一团烂泥。堂堂的杜卡罗全球总教官，在临死之前连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来。他圆睁着眼睛看着灵州的夜空，已然没有任何生气的双眼之中，似乎仍旧充满着不甘。萧英磊看了看那烂成泥的内脏，也没有再补上一枪，随后走回了老板身边。苏无忌有气无力地问道：死了吗？这声音实在太小，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都快气若游丝了。萧英磊说道：死了，老板。好，照片记得拍下来传论坛上去，记得要分成，还有让艾米拉把后续的操作搞完。这次赚了一大笔，我得让小葛磊给我洗1个月的脚。小葛磊听了这句话，瞪圆了眼睛：你也不看看这都什么了时候了呀，还想着让我洗脚。只是虽然这话语是在怪罪，
可语气却软了下去。苏无忌说着，艰难地扭头，用脸在江婉星的胸口蹭了一下。婉星啊，你这真软，枕着真舒服。说完，他便闭上了眼睛，头一歪，晕了过去。受了这么重的伤，嘴上还得口嗨两句。江婉星心疼得流眼泪，却又被这句话逗得破涕为笑。他抱着苏无忌的脑袋，手上似乎稍稍用了点力，把他的头往自己的胸口挤了挤，想让他躺得更舒服一点。几分钟后，黑暗世界论坛再度沸腾了。此时，那个署名为雷蒙情报局的账号又发布了一个帖子，内容也是一句话：暗影天王大获全胜，杜卡罗总教官葬身华夏，还配了几张近距离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把博洋身上的所有伤势都拍出来了，甚至他的面部细节都清晰可见。这个消息一出，那些大笔资金压住博洋的人都快要疯掉了。这怎么可能啊？博洋成名已久，被人称为战神的继承人，能打过他的人一共也没几个，怎么可能输给影子？老子连房子都输没了。输惨了，输惨了！投到赌局里的那100多万美金，可是我辛苦10几年攒下来的钱啊！我刚刚还借了黑暗世界官方的无忧贷款，马德，这下全赔进去了。之前情报局不是说博洋正在花式吊打影子的吗？怎么一转眼就输了？这次着实输得太惨，大部分人都在论坛上哭天喊地，尤其是在看到第二个帖子之后，冲进来的那一波人，更是基本上把身家全部压上去了。不过喊归喊，这个世界里的人天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倒是不会因为负债过多而内耗到跳楼自杀。而那些巧合之下压住苏无忌的散户们，则是赚到了一大笔意外之财。但他们除了开心，更多的还是后悔和遗憾。早知道影子会获胜的话，借贷也得往里冲啊。影子真是厉害了，近战实力明明比博洋差这么多，却还能够完成这种超级大逆转。依我看，这暗影天王不仅会用计策，身手也是强得要命。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只能在游侠神殿的天王里排名第5？我不服，真不愧是雷蒙情报局啊，连这种近距离的照片都能搞得到。是啊，这些调查官简直比最厉害的战地记者还要专业得多。在夸奖苏无忌的时候，还有不少人真的在夸赞雷蒙情报局，觉得他们实在是太专业了， S 级情报官也太敢冒险了。可是事实上，雷蒙情报局却根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夸奖，因为事情根本不是他们做的，帖子不是他们发的，照片不是他们拍的，甚至连论坛账号都不是他们登录的。情报局里所有的管理层和技术人员几乎都要疯掉了。就在过去的1个小时里，他们在黑暗世界论坛的账号被人远程登录了，而情报局这边的技术人员们使尽了浑身解数，都没法把账号的控制权给抢回来。这特么的就离谱。此时雷蒙情报局的几名高层都聚集在技术部的工作区域，一个个面色阴沉。这时候，一个技术人员突然喊道：账号的归属权拿回来了。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振奋的喊声，似乎这儿的所有人都长出了一口气。一名副局长立刻问道：账号拿回来了？怎么拿回来的？这技术人员说道：我尝试着输入账号密码，就自动登录上了，对方好像放弃了对这账号的锁定。这副局长重重一拍桌子：混蛋，高薪养着你们都是只吃饭不干活的吗？
居然能稀里糊涂的被人把这账号给盗了。技术部的负责人说道：副局长，我们要不要发个辟谣通知，说明刚刚的事情并非我们所为？这副局长第一反应是立刻登录账号进行辟谣，毕竟被人冒充到了这种程度，对方实在是胆大包天了，必须严肃惩治，以儆效尤。但是仔细地想了一下之后，这副局长还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辟谣怎么辟谣？他没好气地说道：难道我们要告诉所有人，我们的 S 级调查官不在现场，还要告诉所有人，我们雷蒙情报局被人盗了账号？的确，这越是辟谣，越是显得自己无能。而现在论坛里的很多帖子都是在夸奖雷蒙情报局的，即便心中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但雷蒙情报局从上到下还是得捏着鼻子把这哑巴亏给认了。这位副局长亲自打开网页，看着这个账号发的几个帖子，咬牙切齿地说道：这第二个帖子说暗影天王被博洋花式吊打，绝对是在扯淡，这就是在故意误导所有人，想要在战斗结束之前最后收割一大波韭菜，这背后到底站着哪个混蛋？说完这句话，他不禁有种脊背发凉的感觉。随后这副局长问道：能不能追踪到账号的上一个登录地点？能找到在哪里登录的，就知道是谁干的。无法追踪，对方技术太强，已经把所有的信息都抹去了。那名技术部的负责人无奈地说道：影子，这件事情一定是影子干的。副局长终于反应过来了，狠狠地一拍桌子，咬牙切齿地说道：他之前就扬言要报复杜卡罗和雷蒙情报局，我还一直纳闷，这家伙什么动静都没有，居然在这儿等着我们呢。一旁的另外一个高层说道：可是副局长，我们除了被盗用了账号之外，好像也没什么损失，甚至还收获了一波好评和美誉度。然而这时候，一名技术人员发出了惊呼声：糟糕，对方进入了我们的银行账户，转走了所有的流动资金，共计27亿美金。大厅里顿时一片哗然，副局长的身形晃了一晃。怎么会这样？这技术人员面色煞白地喊道：我们这个论坛账号是绑定了银行的公户账号，对方之前登录的时候，在这账号里留下了一个代码后门，我们这边一登录，他们就自动获得了银行账户的所有信息。那副局长差点晕过去了。该死，他们的技术高到这种程度了吗？这些人把钱转到哪里去了？这不需要很高的技术，只是我们没想到他们会用这种方式留后门。这技术人员的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了一顿，喊道：这笔钱转到了设立在库克群岛的阿尔卑斯银行账户。他又操作了一番，失声喊道：这库克群岛的账户关联着华夏的皇后酒吧。这一战结束，苏无忌直接被送到了宁海，躺进了碧康总院里。江晚星一直守在苏无忌的身边，陪着苏无忌做各种检查，整整一夜都没合眼。至于小格雷，他倒是也想凑上来帮帮忙，可是酒吧忽然到账了一大笔数目巨大的资金，他这个皇后财务部的大总兼小会计，不得不立刻回去加班。上午9点钟，当请好了假的朴妍希进入病房的时候，发现苏无忌正在床上睡着，他的面色很是苍白，一股很少在他身上所出现的虚弱感，此刻正无比清晰地呈现出来。而江晚星正趴在床边，俏脸枕着双臂，也已经睡着了。他身上的那一套沾满了灰尘的黑色作战服已经脱了下来，
但里面的那件紧身黑色 T 恤还穿在身上，雪白脖颈上的干涸血迹犹在，头发和脸上仍旧有着不少的灰尘，都还没来得及洗掉。不愧是特种兵出身，一听到开门的动静，江晚星便立即醒了过来。妍希姐，你来了。他说道。朴妍希轻声说道：医生说无忌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就是肋骨断了7、8根，还被打出了气胸，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不用手术。那就好。江晚星松了一口气，揉了揉肩膀。昨天腾空跃起接住苏无忌的时候，他的肩膀和胳膊被扯到了，肌肉可能有些拉伤。婉欣，你先到隔壁病房洗个澡，休息一下。朴妍希说道。所有的治疗流程我都跟医院这边对接好了。不用休息的。江晚星说道。我洗把脸就行。出身于特种部队，这点疲累对于江晚星来说确实也不算什么问题。以往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几天几夜不眠不休都是常有的事。朴妍希却坚持着说道：婉欣，你去洗个澡，这里有我在，没问题的。江晚星看着面前锦花的轻颜，稍稍一愣。妍希姐，你昨晚没睡吗？黑眼圈有点重。朴妍希摇了摇头，俏脸上确实有着一些疲累之意，说道：最近林州出了几起连环强奸案，凶手还没抓住，刑警队天天都在加班，我都习惯这种节奏了，你快去补一觉，然后和我换班。说着，他把手里的旅行包递给对方。我给你带了换洗衣物。那好，谢谢妍希姐。江晚星也没再坚持，拿起衣服就要去隔壁病房洗澡。可这时候，苏无忌那迷迷糊糊的声音忽然响起来了：晚星。江少校正要出门，听了这句话，连忙回身到了床边，轻声问道：怎么了？苏无忌仍旧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地说道：晚星，你的胸真软。江晚星的双颊瞬间热了起来。朴妍希轻笑道：他说梦话呢。想着昨天晚上的一些画面，江晚星微微红着脸，轻声道：这家伙睡着了都不正经，那我先去洗澡。希，他在梦着我呢。在此之前，江晚星在面对朴妍希的时候还有一些辞敬的心思，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场大战之后，他竟是莫名感觉到和这位锦花像是一家人一般。此刻的朴妍希真的很像对家里弟弟妹妹无微不至照顾的大姐姐。此时小庞躺在旁边的病床上，小腿都有一截露在床外面。他早就醒过来了，但胸骨和肋骨也断了好几根，肌肉也出现了许多伤势。和苏无忌一样，这主仆二人的双手皆是缠上了厚厚的纱布，像是4只白色熊掌。小庞，胸口还疼吗？朴妍希用湿巾给小庞擦了擦脸。小庞，朴警官怎么知道我胸口受伤了？朴妍希无奈地笑了笑，指了指一旁装着的 CT 片子的塑料袋。还是我去找医生拿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小庞，哦，我刚刚还以为你在现场看到了呢。朴妍希，小庞，你做得不错。老板没死就好。小庞瓮声瓮气地说道。朴妍希的眼神温和，轻笑道：你老板很厉害，你也很厉害，小庞越来越厉害。这听起来有点像哄小孩。小庞摇了摇头：我看走眼了，老板太阴险了，藏得太深，比我想象中要厉害。朴妍希的眼光变得更柔和了一些。你这个老板呀，确实挺阴险的。小庞，
你好好休息，最好现在就睡着。小庞很听话，立刻闭上了眼睛。没过1分钟呢，便传出来了轻微的鼾声。这时候，朴妍希抬眼看向了一旁的萧英磊，用眼神示意了一下，2个女人便走了出来。英磊，你也去休息吧。朴妍希说道。我在这里守着就行。萧英磊刚想推辞，却又听到朴妍希说道：你得保证精力，未来一段时间，皇后酒吧的事情少不了。萧英磊闻言点了点头。老板这次一改往日风格，主动对雷蒙情报局亮剑了。有艾米拉这种超级黑客在，想要掩盖银行转账痕迹，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可苏无忌偏偏通过库克群岛的银行引出了皇后酒吧的所在。朴妍希说道：无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于防御态势的，这次居然选择主动进攻，倒也是挺让人期待的，只是你和小庞要承受的压力可能要稍微大一点了。老板娘放心。萧英磊微笑着说道：我稍后就赶回林州，皇后酒吧固若金汤，雷蒙情报局渗透不进来。朴妍希的眸光一凝：你喊我什么？半天之后，苏无忌终于醒了过来。他的身体素质极强，此时睡了一大觉，疲惫感顿时消解了不少，就是浑身没有一处不疼的。江晚星正坐在床边，目光始终落在苏无忌的脸上。夕阳的光透过窗子洒进来，让他整个人仿佛沐浴在一层光晕之中，有种和平时凌厉飒爽完全不同的气质。你醒了喝水吗？江晚星立刻问道。苏无忌说道。江晚星倒好水，随后坐在床边，把苏无忌的上半身托起来，把杯子端到嘴边。由于这个动作，使得苏无忌的脸几乎要贴在对方的胸口上了。苏无忌一口气喝光了杯中水，咧嘴笑道：这怎么像老婆在照顾老公呢？别乱讲。江晚星脸庞微热，起身又倒了一杯水。苏无忌歪头看着他，蜜桃少校此刻穿着一条普普通通的深蓝色牛仔裤，却把裤子撑出了极为美好的紧绷曲线。晚香你的屁啊！苏无忌差点把赞美的话脱口而出，他立刻改口说道：你昨天晚上没受伤吗？撞你那一下挺重的。江晚星红着脸转过了身说道：我哪有那么弱，我很强大的。他何尝没有听出来苏无忌的口误，但也只能装作听不见。毕竟自己那里确实挺漂亮的，小姨方千雪见到都走不动路，这女流氓每次非得打上一巴掌才行。强大。苏无忌：强不强没看出来的。但大事挺大的。昨天晚上自己在蜜桃少校的怀里蹭来蹭去，都把对方当成洗面奶了。你要是再乱讲，我打你啊！江晚星瞪了苏无忌一眼，说道：你躺在病床上可不是我的对手。呵呵，你当心点，我随身带枪。苏无忌微笑着说道。可是紧接着他的表情一僵，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劲。苏无忌把那被缠成了熊掌的手伸进了被子里，摸了摸自己，随后哀嚎：我的天，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插这个？幸好白木哥不在这儿，不然这女人肯定得对自己幸灾乐祸。江晚星看了看挂在床边的尿袋，忍不住地笑道：怎么啦？快找护士，让她给我拔了。苏无忌连忙说道。这种插管的日子真是1秒钟都不想过，越想越难受。虽然还没往外拔出来呢，可苏无忌已经满脑子都是指甲刮黑板的感觉了，
浑身的鸡皮疙瘩已经密密麻麻地冒出头来。我给你拔了就行。江晚星说道。这种小事儿用不着麻烦护士。的确，对于特种兵出身的他来说，这都是最基本的战地医疗手段了。苏无忌连忙捂着被子。不行不行，被你看光了怎么办？江晚星笑得还挺开心的。昨天护士给你插管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帮忙的，什么都看到了。大家都是当兵的，战场不分男女，在乎那么多干什么？苏无忌一脸惊恐。你全看了？江晚星抿着嘴，忍着笑。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这女人看了我也不害羞。江晚星，那有什么好害羞的呀？你昨天晚上受了伤，让人感觉你就是。他似乎是在寻找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就是什么？苏无忌莫名有点忐忑。你有话不能一口气说完呢。江晚星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合适的措辞，他微微红着脸说道：就像是工藤新一喝了遍小药水，变成了江户川柯南，所以我就当是见到了一个小男孩，有什么好害羞的？苏无忌满脸的生无可恋。尽管江晚星说得很委婉了，但他还是全部听懂了。苏无忌深吸了一口气，才说道：我知道了，肯定是我昨天晚上受了伤，身体状态不好，所以才显得那么……那个小字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马德，这简直是对一个成年男人最大的侮辱。苏无忌忽然很想直接晕过去，不要醒来了。好了，逗你的。江晚星笑道：我根本就没看过。然而这时候病房门推开，一道穿着风衣的身影忽然出现。他可能已经在门外听了许久了，此刻终于忍不住进来了。这姑娘踩着10公分细高跟踏进病房，黑色羊绒风衣下摆，随着步伐在膝间翻涌，冷白肤色被墨色衣料衬得近乎透明。她径直走到了病床边，一言不发地掀开了苏无忌的被子，直接帮他拔了管子。白木哥，我敢肯定，你这绝对是报复。苏无忌喊道。那种管子与自己身体深处摩擦的渗人感觉，瞬间传遍了全身。苏无忌感觉灵魂都要出窍了，他控制不住的倒吸冷气，连脚趾都控制不住的蜷缩了起来。没错，进来的风衣姑娘正是白家大小姐。她面无表情地把管子缠好，和尿袋一起扔到了门口走廊的医疗废物垃圾桶里。你怎么不嫌脏啊？苏无忌连忙盖好了被子，没好气地说道。他又被看光了，心里很不爽。而江晚星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完全被白木哥进门之后的这一系列操作打懵了。我不觉得有什么脏的。白木哥走到了卫生间，用洗手液仔细地洗了一下手，抽出纸巾，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手上的水珠，说道：你说的没错，这就是报复。怎么样，苏少爷指甲刮黑板的感觉舒服吗？苏无忌喊道：你这个女人的心眼太小了，我只不过之前嘲笑你2次罢了，不过你怎么来到这儿了？白木哥看了看江晚星，又看了看苏无忌，绝美的容颜上看不出任何的表情与心情，说道：轻车熟路，上次你陪我住的也是这一层病房，就在隔壁。的确，上次就是在这隔壁病房里发现白小哥削发为尼的。江晚星的表情有些复杂。莫哥姐，你怎么来了？从上次聚餐的时候起，他就知道白家姐姐对自己存了强烈的竞争心思。这次人家一来，直接掀开被子，上手帮助苏无忌拔管，其中的意味已经不言自明了。白木哥语气淡淡地说道：
我正好在宁海附近谈点业务，听说无忌受了伤，便过来看看。看着出现在宁海的江家妹妹，白大小姐的心里不禁对自己的那些手下骂了100遍废物，让这群手下冒充杜卡罗引开江婉欣，可一共才调了绝密作训处几天。江婉欣抿了抿嘴说道：哦，无忌确实受了一些伤，木哥姐你……白木哥的表情已然带上了一股认真的感觉。婉欣，谢谢你救了无忌。江婉欣感觉有点怪怪的，可这时候的白大小姐确实展现出了一股强烈的女主人的气场，那种女王范儿让一贯杀伐果断的蜜桃少校竟是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来。她有点不太顺畅地说道：这莫哥姐不用客气的，我和无忌的关系做这些都是应该的，用不着说谢谢的。确切地说是用不着白姐姐你来说谢谢啊。白木哥定睛在江婉欣的面庞上打量了一下，随后说道：婉欣，听说你忙了一整夜，应该也很累了，所以你先回去，我来照顾无忌就好。小庞还在旁边酣睡，对这边的火药味全无所觉。苏无忌忽然有点羡慕这个家伙了，要是自己刚刚也碰巧晕过去，那就好了。江婉欣撸起了袖子，抬起手来拢了拢短发，笑道：没事的木哥姐，我上午补了一觉，其实也不累的。他手腕间的那一抹翠绿映入了白木哥的眼帘。极品翡翠，真漂亮。白木哥忍不住地说道。事实证明，没有女人能够拒绝珠宝首饰，就连野心无限的东亚叶皇也难以免俗。江婉欣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的心情忽然就好了许多。确实很漂亮。苏无忌这时候才注意到江婉欣手腕上的镯子，然后慢慢地瞪大了眼睛。他太知道这镯子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了。我的将士！苏无忌嘴巴微张，脑子里一时想不明白是谁把这玩意拿给江婉欣的。这才哪到哪啊？是谁这么不靠谱，这么早就送镯子？看到江婉欣不愿意走，白木哥于是直接坐在了苏无忌的床边，声音竟是变得轻柔了起来。我最近一段时间正好比较空闲，可以陪你养养伤。苏无忌实在是不适应白木哥这副虚假温柔的样子，只能强行装出淡定的表情。害我这点伤算什么啊？用不了1周就活蹦乱跳了。你要是忙的话，就不用在这里耗着，不要因为我而耽误你的事。白木哥稍稍凑近了一些，两人面庞的距离不过20来公分。他的目光已经落在了苏无忌的嘴唇上。苏无忌顿时觉得头皮发麻。江婉欣还在一旁看着呢，白大小姐这如果直接亲上来可咋整？苏无忌此刻完全拿不出当初主动强吻白木哥的男人雄风了，真的是彻底化身成了苏小兽。别看江婉欣在战场上杀伐果断，可完全不擅长雌竞。此刻看着白木哥的举动，双手微微攥拳，瞠目结舌，一时间忘了该说些什么了。你的嘴唇有点干。白木哥停顿了几秒钟之后，并没有亲上来，而是说了这么一句。苏无忌顿时松了一口气。白大小姐从风衣的口袋里掏出了润唇膏，给苏无忌涂了涂嘴唇，然后又装回了自己的口袋里。江婉欣已经看出来了，这一支唇膏显然是白大小姐自用的。这算不算是某种程度的间接接吻呢？江婉欣见状，忽然轻轻叹了一声，说道：那个木哥姐，你们先聊，我出去给无忌买点吃的。说完，她真的走了出去。
蜜桃少校主要是觉得这种雌竞的场景实在是不适合自己。自己固然喜欢苏无忌，可别人要对无忌好，他自然不会拦着。江晚星一贯擅长打直球，心里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他觉得只要做好自己就足够了。他出去之后还顺手把门关上了。于是病房里只剩下了白木哥和苏无忌两人。此刻白木哥盯着那被江晚星关上的病房门，眸光轻动，红唇微起，自嘲地笑了笑，道：晚星这一个举动就把我比下去了。苏无忌：你别想多了，晚星没有和你比较的意思。白木哥轻轻摇头说道：那岂不是更显得我落了下乘？他不和我比，我却在和他比。苏无忌用被包成了熊掌的手轻轻握住了白木哥的手，轻轻一叹：你别这么想，其实我刚刚本来当着江晚星的面想亲你的。白木哥的眼帘轻垂，目光落于自己的手上，声音似乎变得更轻了一些。但想了想，这样可能会让你有些难做，我就没有亲。苏无忌没想到白木哥在那短短几秒钟内还有这么多的心理活动，心中顿时有些难以控制的感动。此时病房里只有两个人，小庞睡着了不算人。苏无忌的目光也落在了白大小姐的嘴唇上，随后脑袋缓缓前移。白木哥却偏过头躲开了，然后摇头笑了一下。他从进病房之后就没什么笑容，此刻这么一展颜，整个房间似乎一下子春暖花开。可是这一抹春光却被世界的秋色所包围，显得有些许的落寞。看到他这么一躲开，苏无忌的心中升起了微微的失落感。他也能看出来，白木哥此刻的笑并不一定能代表开心，相反更像是做出了某个决定之后的坦然与释然。你在想些什么？苏无忌问道。无忌。白木哥那柔美容颜上的表情已然变得认真了起来。我不想和别的女人争宠，我也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任何人的附庸，就算是你与我有过一些亲密的接触，但并不代表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坚不可摧的感情。苏无忌的心头有一股不太好的预感。你怎么突然说这个？白木哥的声音里很认真说道。起码你对江晚星的感情比对我要深一些。苏无忌的眼中有着一抹复杂。其实我自己真的说不清楚。的确，在缅北之行以前，苏无忌虽然亲过白木哥，可他显然更在乎江晚星的想法。可是在白木哥奋不顾身的冲进充满了神经毒素的地下空间之后，苏无忌就真的不知道答案了。如果说两人在自己的心中同样重要，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渣男了？苏家很厉害，我知道。白木哥忽然话锋一转说道。苏无忌，老苏家江河日下，其实也不是那么厉害。苏家的媳妇不好当，我也知道。白木哥并没有把自己的手从苏无忌的熊掌里抽出来，他的眼眸里竟是有些落寞与萧瑟感，一如这窗外的秋色。哼，苏无忌，你怎么突然说这些？窗外梧桐叶打着旋落在窗台，白木哥望着那片枯叶，轻声开口。其实我并不是在宁海附近谈业务。这句话还有后半句没有说出来。知道你受了伤之后，我就很着急地从首都赶了过来。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白木哥定睛看着苏无忌，眼睛里略微迷蒙的光在渐渐变得清醒。
我不喜欢自己的情绪受到别人左右的感觉。苏无忌的心轻轻一颤。你的意思是？白家不需要联姻，白木哥更不需要。白木哥再度轻轻开口，声音显得有些悠远飘渺，透出了一股清晰的距离感。他眼睛里的波光缓缓晕开，脖襟耳坠随着他摇头的动作轻晃。白大小姐自嘲地笑了笑。无忌，我多优秀啊，为什么要和其他几个女人一起争一个男人？苏无忌的眼光狠狠一抖。你要和我断绝关系？夕阳渐渐落下，窗外的暮色漫进来，给白木哥完美无瑕的侧脸镀上了暗金的边。无忌，我不是个好人。白大小姐轻轻说道。你热切真诚无私善良，你所有的特质都和我截然相反，我就像是你的阴暗面。说这话的时候，白木哥的眼睛似乎已然微潮，眼底却有着一抹谁都无法撼动的决然。他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腕表表盘，姬家月相显示今夜是满月，就像那夜在缅因，他驾车带着他驶向缅北时那悬在头顶的清冷月亮。